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割江州、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以示盟好。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了？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庞氏，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言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以徐卿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宜君父以忧惧，宜国民以祸哉，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臣上的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臣有上中下3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清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据30州之地，已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知中策、下策又如何？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周葛，焚毁于水寨之中。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据，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亡国之危顷刻眼前。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苏州吗？割地联吴越，陛下早就想过了。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3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1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制。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钱氏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
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是坐观成败之机。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老将军不要谦虚，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见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奔抗保宋。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斛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非200万斛粮米不可。吴越每岁若供20万两匹银券，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意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券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陛下，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60万斛不够。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两匹的银券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的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我这个世子不得进，为何大郎兄却得进之？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我是大王世子。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随军粮秣假仗器械诸事，由谁总领提调？大王，此乃国战，办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庶务。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钱、粮秣、甲仗、器械诸事。允了。儿臣奉教。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义明锐，有大王救时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哼，这李元清又来了。世涉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走。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正是。吾曰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只需将老夫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请太尉试验之。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割江州、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以示盟好。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吗？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庞氏，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军损失，府库存粮弥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万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赋锐减，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屯粮。为何要在崇明屯粮？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中3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
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是，父王明鉴。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哦，我？臣前为郡参见大王。与沈相公见礼。为郡参见相公。臣不敢当世子之礼。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韩文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姑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词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梨树之苦，上下之举。姑全权之心，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臣惶恐。先生在上，学生为郡，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既如此，臣奉教。你教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正使，5日移至相府，习学公事。臣等奉教。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王，昔年共谋合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王之意？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裂土分国，违逆天命。
我王所不取也。所谓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300万户2米之役，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论。依大参所言，此非前王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当年与成交岳对酌，前王屈尊，亲为庖厨，酒烈余香，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足下贵为吴越元舅，浙东盐铁副使。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前世有祖训，善事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6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6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序，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吴越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铸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
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却不知你何物为押？晚辈听闻，这固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崇明镇，吴越要崇明镇何用？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名曰固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启禀陛下，固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役诸务，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精利，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举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陛下，海上之力长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良资之力啊！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10之8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券、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陛下，此乃亡国之策。